美国公布2024财年预算案，总规模接近6.9万亿美元，高于去年的6.2万亿美元。但因继续以增税为核心，美媒普遍认为将被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否决。值得注意的是，新预算案继续加大在印太地区的资金和军事投入，并声称中国是美国的唯一竞争对手，美国要应对中国所带来的非凡挑战。拜登9号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加工贸易研究所讲话时宣布了该预算案。他表示，未来10年内，白宫将对不断膨胀的美国联邦赤字削减3万亿美元，高于拜登上月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承诺的2万亿美元减赤目标。美国媒体指出，拜登的选举语言十分明显，因为他本人也无法确认是否能成功连任。拜登表示，将主要通过向富人征税来为财政提供更多的资金。他提议将收入100万美元及以上人群的资本利得税从20%提高近1倍，向亿万富翁征收25%的最低税，并向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者征收高达39.6%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等。但彭博社指出，财政收入增加的幅度也不能弥补美国联邦政府赤字的增幅。2024年，美国联邦赤字也将从1.6万亿美元增加到1.8万亿美元。10年后，联邦债务总额将膨胀到51万亿美元。路透社称，这几乎相当于美国在2战动员时期的债务数字峰值。与此同时，美国军费也创下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的历史新高。新财年的美国国防预算高达8420亿美元，其中1700亿美元用于武器采购，1450亿美元用于研发支出。白宫称，美国希望加快开发无人驾驶作战飞机，并投资于微电子、潜艇、军火生产和生物制造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白宫网站所列出的事实清单中特别提到了拜登新预算案寻求在全球范围内以经营中国，这包括为五角大楼所谓太平洋威慑倡议提供的91亿美元资金。这些年来，美国应该说，在很多时候讨论它对外政策的时候，离开中国已经不太会说话了。什么事情都要针对中国，什么事情都是要围绕着中国为中心来展开。几十亿美元的话，应该说只是杯水车薪了。不过，由于这项预算案几乎没有在税收和削减开支问题上向共和党做出妥协，美媒普遍认为它极可能会被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否决。众议长麦卡锡等共和党人9号在一份声明中回应称，拜登的新预算案是鲁莽的提议，罔顾通胀及国债高企现况，是宣传狂加开支的极左政策。彭博社报道指，两党之间的鸿沟强调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总统预算是到院前已死亡的愿望清单，几乎没有实际意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8号已经警告国会的立法者，如果他们今夏无法提高31.4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上限，将面临极其不利的后果。彭博社指出，2024财年预算之争具有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它有可能使市场摇摇欲坠，并破坏美国疫情后的复苏。拜登几乎没有提供有诚意的谈判途径，这加剧了政府资金耗尽时关门的风险。穆迪分析公司预测，美国联邦政府持有的现金量将于今年8月15号耗尽。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明确指出，美国如果发生国债违约，就有可能发生类似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700万人的工作岗位将会消失，失业率也从目前的3.4%上升到8%以上。美国金融稳定中心特别顾问杰克马尔维也警告到，如果发生这一最坏情况，美国经济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过去多少年来，每隔一段时间的话，债务上限问题就会成为美国国内政坛的一个双方两党进行政治角力的一个工具或者一个核心议题。但是不管怎样，最终两党都会通过妥协或者达成一致来提高债务上限。但是我相信这种不断的操作的话，一方面会对美国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同时也会对美元霸权或者是美元为主导的金融秩序、国际金融秩序、全球金融秩序会造成持久的伤害。这点应该是美国这些政客恐怕现在不会太多顾忌的一个问题了。不过，虽然自身面临的问题多，美国各政府部门依然还是把矛头对准中方，不断渲染中国威胁。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8号举行听证会，美国政府各情报部门负责人悉数到场接受质询。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听证会上就表示，中国依然是美国的头号对手。Perhaps needless to sa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is increasingly challenging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ally, technologically, politically, and militarily around the world, remains
our unparalleled priority.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表示，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能力几乎快要和美国并驾齐驱。中国也已成为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机构的积极参与者，并正在融入全球供应链。这就是美国必须积极投资于人才、工具和研究，以引领未来技术的原因。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总统拜登周四抛出2024年政府预算申请，其中国防预算更是创下和平年代的最高纪录。那么，管先生，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拜登抛出从今年10月开始的2024年的政府预算申请呢，这是美国所谓政坛最大权力游戏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它是游戏的开始，也是游戏的结束。那所谓开始，它意味着美国新一轮的两党权斗较价，并且最终达成政治交易的一个起点。同时呢，也正因此，草案它被抛出的那一刻，也就宣告了死亡。而且呢，这个死亡说，它就来自把持着众院的共和党众议长麦卡锡。就我个人视线所及呢，美国财经时报网站的这2句点评啊，可谓是尽得华盛顿权力游戏的精髓。This budget is going nowhere. It's setting up a fight. 这份预算案终将不知所踪，它呢也正在引爆一场权斗。2024是什么年份呢？美国的大选年。拜登为什么周四要选在费城来公布这一份预算申请呢？费城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政治版图上的经典的摇摆州。那么拜登尽管已经是美国最年老的总统，但是他看来还是要争取最高龄连任。那么这份预算申请草案就是要瞄准摇摆州，瞄准对他争取连任至关重要的铁锈州的工薪族的群体。所以拜登抛出的这份预算草案充满着矛盾的信号。一方面，他承诺要在未来10年削减3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很大程度上通过对年入超过40万美元的高薪者加税来实现。但是呢，另一方面，他又要在大选年里大撒银弹，在并没有谈拢政府债务上限的这个背景下，要将明年的政府总预算再提升10个百分点，要向目标选民来花钱派糖，要把这份预算申请包装成所谓的蓝领预算案。那么用拜登昨天在费城的说法，美国工薪群体挣扎得太久了，像你们这样的蓝领工人已经被经济在抛弃，那些个顶层高收入者他们拿走了一切。那么在我看来，拜登就是要以长期削减财赤的这个空头承诺来争取当下基于选举考量的大手笔花钱。那么用烧钱来减债，你说矛盾不矛盾呢？我们看拜登抛出的国防预算动议，恐怕也要从这个角度来做全面的评估。那对于这份创纪录的国防预算申请，您又有哪些观察呢？既然是权力游戏，拜登会玩，共和党当然也会玩。众议长麦卡锡和其他的共和党人已经发表声明了，支持拜登的预算申请是所谓的鲁莽动议，是所谓 a reckless proposal， 只会诱发美国创纪录的通胀，并且呢进一步加剧债务危机。这实际上也预告了围绕2024年政府预算案的激烈的政治博弈。潜台词再明白不过，你拜登想要竞选连任，那么共和党也要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所以这份国防预算申请究竟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是要打上一个大问号的。美国网媒 Vox 今天刊出题为《拜登预算案的真正信息》的评论，认为国防预算从来是共和党把持的疆域。那么拜登这一次呢，是以预算申请来主动进攻，这也意味着在这一领域的缠斗将会尤其激烈，无底线。拜登宣称2024年申请886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较前一年呢增长3.2个百分点。这其中8420亿美元用于五角大楼的预算，那么较前一年也是提升了3.2个百分点。这2个数字都已经创下了美国的战后纪录。在国防部预算案中，1700亿美元用于武器采购，1450亿美元用于武器研发。五角大楼呢将会规划采购83架 F-35的隐形战机。美国国防费的投入，五角大楼当然是主体，此外呢也包括能源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防务预算，达到440亿美元。那这8860亿美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美国媒体每年不都是在两会期间炒作所谓的中国军费关切吗？但是拜登申请的国防预算
4倍于中国今年的军费投入。考量人口规模和人均指标的话，山姆大叔的人均军费投入至少是中国人的16倍以上。那么同样可资参照的是，军事冲突进入到第2个年头的俄罗斯，去年呢军费支出是627亿美元，美国明年的国防预算是它的14倍。那么至少从这个数字规模来看，这已经是2个完全不对等的数量级了。对拜登抛出的这份预算案，外界也普遍关注到所谓对华竞争的多处预算布局，您对此如何看呢？没错，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态势。就在几天前，中国最高领导人在看望全国政协委员，并且参加联组讨论时曾深刻剖析中国的外部环境，指出党的19大以来的5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在急剧的变化，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在显著的增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那么现在看来，拜登抛出的这份意在瞄准明年大选的预算案，仍然在全方位的布局推进对华遏制、围堵、打压，并且给出了数以100亿美元计的预算。那么这也是外媒普遍在强调的一个观察结论。今天《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说 ，Many investments proposed in the budget here and abroad are aimed at countering China。拜登政府预算案申请多笔国内外的投资，瞄准制衡中国。路透社昨天发自华盛顿的电稿也在标题中给出了数字的规模。Biden budget plan includes billions aimed at countering China。拜登预算申请规划数十亿美元的制华投入。白宫昨天公布的预算摘要再度援引了美国国家战略报告的这一表述：中国是美国唯一的竞争对手，它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一目标。那么从所谓对华竞争预算的规划与投入来看，美方既有军事安全领域的系统推进，诸如投入高达91亿美元的太平洋威慑计划等等，这是所谓的制华硬实力的投入；也有志在抗衡中国区内影响力的民间非军事项目和外交拉拢工程，那么这是所谓的制华软实力投入。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鉴于美国明年迎来大选，大选年里表演对华强硬，这是2党激化党争之下为数不多的共识性的主题。因此不管拜登这份瞄准大选年心机算计都是满满的预算案申请，它最终会走向何处，美国明年将会投入全面对华竞争，搞全方位遏制、围堵、打压的预算投入一定是少不了的，甚至可能会大规模上升。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预判，更应该坚持底线思维，就像政府工作报告所规划强调的那样，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在韩国尹锡悦政府决定将采取代日本赔偿的方式来解决2战被日本强征劳工索赔的方案后，韩国与日本、美国随即展开频繁互动。尹锡悦已经安排好在3月和4月访问日本和美国的行程。韩媒注意到，这是4年来首次有韩国总统访问日本，将重开中断12年之后的韩日领导人穿梭外交。但韩国舆论批评称，尹锡悦政府正不惜以屈辱外交来寻求与日本改善关系，进而推动韩美日安全合作。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19号称，总统尹锡悦将应邀于3月16号至17号对日本进行访问，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韩国总统上一次访日还是4年前的2019年6月底，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赴日本大阪出席 G20 会议。韩国总统时表示，尹锡悦此次访日标志着首尔与东京恢复双边关系，相信此访将成为韩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有韩国媒体报道，日方接待尹锡悦3月访问的规格为工作访问，并非国事访问。発表について評価をしています。韓国は国際社会におけるさまざまな課題への対応に協力していくべき重要な隣国です。今回の訪日を通じて、国交正常化以来の友好協力関係に基づき、日韓関係がさらに発展することを期待いたします。
日本共同社在报道中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回访韩国的行程也在安排中。自2011年12月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访日之后，两国首脑每年一次互访的穿梭外交中断。12年后，日韩或将借尹锡悦此访重启穿梭外交。日本政府还加码优待韩方。共同社援引多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拟邀请韩国总统尹锡悦出席5月7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的扩大会议，以就此展开协调。时隔12年，两国为何得以在此时重启首脑互访机制？韩国媒体认为，其中一个前提是韩国政府近日提出了二战时期被日本强征韩籍劳工受害者赔偿问题的解决方案。二战期间被日本强征的韩国劳工数量十分巨大。据韩方统计，从1910年日本强行吞并朝鲜半岛到1945年日本二战战败的35年间，大约有103万韩国劳工被以诱骗、胁迫等方式带到日本从事劳役，饱受非人待遇，不少人甚至被折磨致死。两国就这一问题已经撕扯多年。1997年起，受害韩国劳工向日本法院上诉要求赔偿，但日本法院多次判处韩国劳工败诉，而韩国大法院2012年判处日本法院的判决违宪。2018年，韩国大法院判处韩国劳工胜诉，并判决日本制铁和三菱重工支付赔偿金。韩方判决让日本政府十分愤怒，日本企业也拒绝赔偿。2019年开始，日方对韩国实施制裁，对用于智能手机及电视机的半导体等制造过程中需要的一些关键原材料实施出口禁令。尹锡悦去年在参选韩国总统时就提出要改善日韩关系，其中二战劳工赔偿问题如何解决受到韩日社会高度关注。今年3月，韩方公布方案，由韩国行政安全部下属财团筹措资金，代替日本企业支付赔偿金及拖欠的利息，总计约40亿韩元，约合2100万元人民币。这个韩国自己赔自己的方案一出，韩国舆论哗然。韩国受害劳工及家属、市民团体强烈抗议。有受害劳工表示，尹锡悦政府此举让他们感到自己如同乞丐，因此绝不接受代付赔偿金，并敦促政府撤回该方案。韩国社交媒体也反对声浪一片，痛斥韩国政府分明就是在卖国。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表示，这是韩国外交史上的耻辱和污点。实际上，在自己赔自己的方案公布前，3月1号，在韩国抗日独立运动3·1运动104周年纪念日上，尹锡悦在讲话中绝口不提让日本道歉，反而大谈韩日友好，宣称日本已从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为合作伙伴，当时就招致韩国民众的强烈批评。在外部的威胁上升的情况下，他认为把日本的合作是对韩国安全的最好的一种保障，它实际上是国内政治考虑。那么他认为现在早解决比晚解决好。明年的4月份他会采取国会选举，如果他在国会选举前后之前推动这个赔偿法案，那么他对他的这个执政影响力会更大，倒是会影响这个执政党输掉这个国会选举。据日媒透露，在即将到来的日韩首脑会谈上，岸田政府将当面对韩方的解决方案表示支持，力挺在韩国国内遭到反对的尹锡悦。韩国媒体期待，随着韩方主动解决强征劳工的赔偿问题，日方解除对韩方的出口限制措施也将提上日程。也有韩国媒体表示，过去4年中，韩国企业已经开发出日本禁止的3种关键半导体材料的替代品。此时解除制裁或严重打击重金开发出相关产品的韩企利润。韩国中央日报还透露，在3月16号和17号的访日行程中，尹锡悦将与日本最大的经济组织经团联负责人共进午餐。观察指出，日方高规格接待尹锡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日韩两国的矛盾，但民间矛盾反而因此激化，韩国民众的历史心结甚至会进一步加深。这种情形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有韩国历史学者就指出，韩日之间过去也出现了多个和解计划的周期，但每一次均以韩国时任总统的大失民心为代价。例如，朴槿惠政府曾推动与日本就慰安妇问题进行和解，但朴槿惠日后因多重问题遭弹劾，黯然下台。岸田政府主动邀尹锡悦访问，显得相当热情，但在两国未来交往中，韩国难以获得日本真正的尊重和公平地位。日本方面实际上也还是有非常大的担忧，认为尹锡悦总统的这个做法在国内是违背韩国国民的民意的，很可能会受到反弹，那很可能会酿成第2个慰安妇协议。所以在这方面上，日本对韩国的合作可能还是会持续的高压态势。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态度。事实上，韩国3月6号刚一公布赔偿方案，美国总统拜登就连夜发声明表示欢迎。他形容韩国方案将为美国的2个亲密盟友开启合作与伙伴关系的突破性新篇章。美国政府还表示将继续协助日韩2国改善关系。路透社的报道证实，韩国提出代替日本赔偿的方案正是美方协助的结果，但美方所谓协助实际上是胁迫。路透社援引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一名亲信的话称，美国政府一直在施压韩日2国，催促双方尽快和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也给美国政府邀功，他透露，在拜登任内，美国高级官员已与日韩2国举行多达25轮3边会面。外界还注意到，就在尹锡悦公布与日本和解的方案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就立即邀请尹锡悦夫妇在4月底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尹锡悦也将成为拜登上任以来以国事访问规格接待的第2个外国领导人。有媒体形容此举是美国对韩国的奖赏。拜登则直言，希望日韩这2个盟友联合起来，在亚洲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尹锡悦总统主动的要求去解决这个日韩矛盾问题，然后呢，实际上是给拜登这个推进美日韩合作和推进印太战略提供一个战略的一个之手。值得警惕的是，美日韩此轮互动的重点是核威慑。日本读卖新闻8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向日韩2国提议建立美日韩核威慑磋商机制，用来确保日韩对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美国延伸威慑的信任，加强有关核威慑力的协调和相关情报的共享。对盟友提供延伸威慑安全保证是美国维持与盟友关系的重要基础，而核保护伞是延伸威慑的一种体现。冷战时期，美国的延伸威慑主要就是通过核保护伞的方式运行的。当时北约各方就处于美英法3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并于1966年成立了部长级核规划小组，以协调一致讨论核威慑问题。虽然日韩也分别与美国签订双边框架，被覆盖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但仅是副局长级、副部长级。美国此次提出新建3方常设机制的提议，规格上高于双边机制，是参考北约当年的做法，作为一个同盟整体来进行协调。未来将就核威慑政策展开更深入的讨论，加强围绕美国核战斗力的情报共享。连日来，有关恢复两岸直航航点的话题受到两岸民众的高度关注。在2月1号，大陆方面提出优先恢复16个两岸直航航点建议后的1个多月，台湾方面陆委会于3月9号表示，包括深圳在内的10个定期航班航点自10号起正式恢复。外界认为，这对于两岸民众而言是件积极的好事情。9号下午，台湾方面陆委会会同台交通主管部门、卫生福利主管部门召开记者会，公布恢复两岸空运客运航点规划。规划包括恢复深圳、广州、南京、重庆、杭州、福州、青岛、武汉、宁波、郑州10个定期航班航点，以及沈阳、无锡、海口、长沙、西安、济南、合肥、南昌、天津、温州、大连、桂林、徐州13个包机航点，其中定期航班航点自10号起恢复，而包机航点的开通日期还要等到台交通主管部门于近日内公布执行细节后实施。对于航点的部分呢，就认为说也不是只有16个航点讲了。现在认为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想每年都会有春暖，那花要不要开是要靠双方来共同的这个挹注。针对此事，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9号答记者问时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共同心声。两岸直航航点复航有利于两岸人员往来，促进交流交往。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推动两岸空中直航、海上直航及小三通全面正常化，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在疫情之前，两岸客货运航点曾达到71个，其中台方10个，大陆61个。民进党当局于2020年2月单方面关闭了其中大多数航点，仅保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4个大陆直航航点。为了让两岸同胞早日恢复正常交流往来，大陆已多次呼吁台湾方面尽快恢复更多两岸直航点。今年2月1号，大陆航空主管部门通过海峡两岸空运协议联系渠道致函台湾方面表示，当前两岸疫情均已平稳，是进一步恢复两岸航线正常运营的有利时机。希望贵我双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岸航线恢复正常运转，可优先考虑恢复台胞反应较为集中的广州等16个两岸直航航点。近期岛内各界人士和舆论纷纷发声，要求早日实现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常态化。已经释出善意了嘛，我们应该有回应嘛。
怎么回应呢？小三通全面开放，开放观光客，而且开放观光客是对他好吗？是对我们好啊！多交流，就是能够避战最好的方式。岛内航空公司对此表示欢迎。台湾中华航空表示，拟优先复飞广州、深圳航点，下一班表起，两岸航线将达每周45班。长荣航空说明，下一班表起，两岸航线每周达39班，后续将继续增加。蔡当局观光部门负责人张锡聪表示，恢复两岸客运航班之后，旅游方面也渴望恢复，并希望今年赴台大陆观光客达到100万人次的目标。但深圳卫视注意到，蔡当局目前仍未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行团。进入2023年以来，虽然外部势力仍不断操弄，但两岸关系确实也出现了一些缓和迹象。先是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于2月8号至17号率团访问大陆多个城市，紧接着上海市台办副主任李霄东一行6人赴台交流，并与台北市长蒋万安会面。60多家因注册信息不完善的台湾食品企业的产品，也在完善之后获准重新进入大陆市场。大陆警方抓获台南学甲88枪案犯罪嫌疑人洪正军、孔祥志之后，也将他们遣返回台归案。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两岸同胞血脉相连，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同心共创复兴伟业。岛内舆论表示，这一表述释放了大陆的善意。实际上，这也象征着两岸关系现在出现了一些向好的、出现积极动向的一个信号。近段时期以来，由于岛内的这个台独势力与外部势力的一些勾连活动啊，导致了台海出现了一些紧张的态势。那么，甚至我们看到国际有一些舆论，岛内有一些舆论在炒作所谓的两岸的冲突论啊，所谓的要去备战、止战等等。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两岸之间有这样一个充分的、绵密的人员之间、社会之间、人民之间的紧密的往来，经济文化关系的这样一个融合发展，那么才是真正的去实现两岸和平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新党主席特助副发言人游志斌9号接受中评社采访时表示，虽然只是小小碎步，但还是要肯定民进党终于跨出一小步。至于民进党当局为何选择此时宣布恢复两岸部分直航航点，游志斌指出，民进党知道马上2024选举，两岸处理不好，恐怕山崩地裂，对民进党不满情绪会继续加大，只好先半套恢复航线，释放政治小压力，也图谋政治大红利。因为开放功劳算民进党，不会让绿营支持者都跑去非绿联盟。的确没有到最后关头，他不愿意释出相关的讯息，所以我们也不希望等于说两岸直航这有关于民生经济，尤其是台商、台生、台胞的事情，变成是等于说被蔡英文拿来当做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也再一次呼吁，不要把民生经济当成是政治的筹码。我觉得对于民众而言，真正为民众思考的才是最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台湾方面陆委会宣布恢复开放10个两岸空运客运直航点一事，您怎么看呢？其实这件事情啊是大陆率先提出来的，蔡当局是被动接招的，而且这件事情还发生在中共20大召开之后，以及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政府人士正处于换届期间，包括主管对台工作的高层领导以及国台办主任都将或已经换上了新人，因此这个动作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句话，叫新人新气象。再加上中共19届6中全会上已经正式提出了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这样一个说法，那么种种迹象表明，大陆将继续坚定不移地促进两岸经济与民生交往，而且这种交往不因岛内执政党的改变而改变。那大陆对台政策出现的新人新气象，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我认为大陆对台政策的逻辑跟内政的思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20大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说法，以及刚刚表决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两会上聚焦于经济民生发展，都意味着未来中国大陆将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内部制度建设与经济民生发展上，而这是需要有和平稳定的外围环境，尤其是要有台海的和平稳定作为保障的。因此，这也就意味着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陆仍然会坚持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不动摇。恢复直航点也说明，在和平统一之前，两岸关系还将经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和平发展阶段。而两岸民间交往的进一步增多，又会反过来降低两岸开战的风险。那蔡当局为什么又愿意配合大陆恢复两岸直航点呢？我认为主要还是被逼的，因为不久前的9合1选举的大败，已经清楚地说明蔡当局抗陆保台牌已经失效。这个时候要再不顺应民意恢复两岸直航，那不仅两岸话题的主导权会被国民党完全抢走，而且2024年选举民进党就不要玩了。不过不管最终动机如何，蔡当局在这个时候愿意配合大陆，都意味着两岸有了一个良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看到国台办做出了正面的回应，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台湾方面的善意我们收下了，而这也是在蔡当局不愿意承认9·2共识，两岸官方交往中断7年之后的首次隔空间接互动。那对于恢复直航之后的两岸关系，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吗？我认为虽然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但未来的两岸关系仍然是一个易碎品，需要各方轻拿轻放，小心呵护。这就不仅需要蔡当局谨言慎行，更需要美国相向而行。最近秦刚指出，美国不能一方面要求中国不得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另外一方面又向台湾提供武器。表面上看来这是在指责美方，但实际上是在提醒美方，也就是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关切，是中美在地区与国际问题上开展合作的前提条件。那么前一段时间吵得沸沸扬扬的麦卡锡有意登岛，最近突然又偃旗息鼓了，说明中方的呼吁美方还是听进去了的。当然了，两岸关系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最终还是需要蔡当局承认9·2共识。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